你以为你看懂了《三国演义》吗？不，很多人只是看见了战马、谋士、城池和刀光。真正的《三国演义》从来不是一部简单的争霸爽文，它真正写的是，当秩序崩塌之后，人到底要靠什么活下去？靠权力吗？靠算计吗？靠利益吗？还是靠一口明知道会输，却依然不肯咽下去的气？朋友们，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三国，你会发现曹操不是单纯的奸雄，孙权也不是简单的守城之主，刘备更不是只会哭的老好人。他们三个人其实是三种世界观。曹操相信结果，孙权相信利益，刘备相信人心。三国表面上打的是天下底层，真正比拼的是三套价值系统。谁能重建秩序？谁能凝聚人心？谁能在乱世里给普通人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曹操最强，却始终没能统一？为什么东吴坐拥长江天险，却永远打不出江东？为什么刘备一生败多胜少，却能让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为他把命都押上？更残酷的问题是，为什么最后摘桃子的偏偏不是最强的曹魏，不是最稳的东吴，也不是最有信仰的蜀汉，而是最没有底线的司马家？你要看懂这个问题，就必须先看懂东汉末年的底色。那不是一句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能带过的年代，那是一个社会系统彻底死机的年代。土地被豪族吞掉，官位被门阀垄断，寒门子弟看不到上升通道，普通百姓连活着都变成奢望。袁绍家族那种四世三公，不是荣耀的象征，而是资源被少数人长期霸占的证据。上层在宴饮，底层在饿死。上层讲礼法，底层连米都没有。于是黄巾起义来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不是一句中二口号，这是底层人最后的绝望呼喊。大汉这座老房子，不是被一场战争推倒的，它早就被蛀空了。它是被门阀的贪婪，被皇权的衰败，被底层的怒火一起压垮的废墟之上。秩序必须重建。可怎么重建？曹操给出的答案是：别谈理想，先赢再说。孙权给出的答案是：别谈天下，先保住自己的盘子。刘备给出的答案是：哪怕一无所有，也要先把人当人看。三份答卷摆在同一张考卷上，这就是《三国演义》最狠的地方。他不是在问谁最会打仗，他是在问，当世界烂掉之后，你愿意成为哪一种人？先说曹操，用今天的话讲，曹操就是乱世里最顶级的超级 CEO。他不讲情怀，也不卖鸡汤，他的办公室墙上大概只写着4个字：结果负责。别人还在讨论忠义名节，曹操已经看穿了游戏规则。乱世里，名声是消耗品，道德是奢侈品，兵权、粮草、人才、执行力才是真正的硬通货。所以曹操的可怕不在于他心狠，真正可怕的是他敢把所有旧规则撕碎。他不再相信门第，他不再迷信清明，他不再把出身高贵当成录用标准。他要的是能打的人，能管的人，能算的人，能帮他赢的人。这就是唯才是举的震撼。放在东汉末年，这几乎就是一次人才制度的革命。过去想做官，要靠家世，要靠名望，要靠士族圈子的背书。可曹操偏偏说，不用。你出身低，我要；你名声差，我也要；你过去犯过错，只要你现在能创造价值，我照样用。
说白了，他把门阀社会的血统筛选改造成了乱世公司的绩效筛选。这个变化太狠了，他等于把一群被旧秩序压在地底的人突然拉进了历史舞台。张辽、徐晃、于禁这样的人有了施展空间，郭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天才也有了坐上牌桌的机会。曹操的集团像一家高速扩张的狼性公司，没有那么多繁文虚节，没有那么多家族包袱，能打胜仗你就上，能解决问题你就有位置。官渡之战就是这套体系的巅峰展示。很多人说官渡是以少胜多，其实它更像一场新组织对旧贵族的降维打击。袁绍那边看似兵多将广，可内部是一堆利益山头，谋士互相拆台，家族互相牵制。袁绍本人又爱面子，怕担责，优柔寡断。曹操这边呢，目标单一，动作极快。许攸一来投奔，说乌巢粮草是命门，曹操立刻抓住机会，甚至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就要亲自奔赴战场。这是什么？这是创业公司的极限执行力。一个犹豫的巨头遇上一个不讲虚理的狠人团队，结局往往已经注定。官渡之后，北方格局被曹操彻底改写，曹操赢了，而且赢得非常漂亮。可朋友们，现实主义最危险的地方也在这里，它太有效了，有效到让人误以为只要赢了就什么都可以被原谅。曹操打碎了门阀的傲慢，也打碎了很多人的底线。他一边建立新秩序，一边也在告诉天下，强者可以重新定义规则，汉献帝可以被挟持，朝廷可以被当成工具，名分可以被包装，忠义可以被压缩成成本。你有能力，你就有资格；你有实力，你就有解释权。可问题是，一旦所有人都接受这套逻辑，曹操自己的子孙也会被这套逻辑反噬。荀彧就是最好的注脚。荀彧不是普通谋士，他是曹操集团早期最重要的战略大脑。他帮曹操规划路线，稳定后方，举荐人才。可荀彧心里有一条线，他跟着曹操是希望曹操匡扶汉室，不是希望曹操取代汉室。当曹操越来越接近篡汉那一步时，荀彧终于无法继续沉默。曹操怎么处理一个空食盒送过去？什么意思？饭没了，路也到头了，荀彧死了。这个瞬间很残忍，因为它意味着曹魏集团内部最后一批相信道义的人被现实主义吞掉了。随后，孔融死了，崔琰死了，那些讲名节、讲底线、讲道德的人一个个被清理。曹操确实强大，可他的集团也越来越像一台只追求效率的机器。机器能扩张，机器能打仗，机器能吞并天下，可机器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组织，短期可以无敌，长期却很脆，因为维系它的不是信仰，而是利益。只要利益还在，大家跟你走；只要更大的利益出现，大家也会离开你。曹操亲手证明了权力可以凌驾名分，司马懿后来不过是继续证明，权力也可以吞掉曹家。司马家看懂了曹操的课，既然你能挟天子，我为什么不能挟曹魏？既然你能用实力改写规则，我为什么不能用更狠的实力把你的后人踢下桌？所以曹操的悲剧不是他输给了某一次战役，是他赢得太彻底，以至于亲手破坏了保护自己后代的规则。曹魏赢了现在，却输掉未来，这就是极致现实主义的代价。它能让你从废墟里站起来，也能让你的后人死在同一套逻辑里。再看东吴，东吴的气质跟曹魏完全不同。
曹魏像一家创始人强控的超级公司，曹操就是绝对老板；蜀汉像一支靠信念聚拢的小团队，刘备是灵魂人物。东吴呢？东吴更像一家地方豪族共同持股的区域集团。孙家不是江东唯一的主人，孙坚、孙策、孙权一路打下了牌面。可真正让江东运转的是本地士族，是大姓豪门，是那些掌握土地、人口、资源和地方网络的大家族。孙权更像董事长，可董事长下面还有一群大股东，这就决定了东吴的底层逻辑。他不太谈理想，他更在意安全边界，他也不太追求天下归一，他更关心江东这块基本盘能不能稳。东吴的核心不是热血，而是算账。打不打，先看投入产出比，救不救；先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联盟不联盟；先看短期收益。这个特点在赤壁之前表现得最明显。曹操大军压境，长江北岸黑云压城，东吴内部立刻分裂，很多文臣主张投降。过去的叙事里，这些人常被骂成软骨头。可如果站在利益集团的角度看，他们并不蠢，他们只是太会算。张昭这些人心里清楚，孙权投降会丢掉江东之主的位置，可江东士族未必会亏。曹操真要治理江东，仍然需要地方豪族配合。谁掌握土地他们，谁熟悉地方他们，谁能收税征粮还是他们。换句话说，投降对孙权是灭顶之灾，对很多江东大族却只是换一个老板，原来的办公室还在，原来的资产还在，原来的社会地位也大概率还在。这就是精致利己的底层思维，不问天下归谁，只问我的利益在不在；不问汉室兴亡，只问我的家族能不能延续。孙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他是董事长，公司卖了，他第一个出局。所以赤壁之战对孙权来说，不只是抗曹，更是一次内部权力整合。他拔剑砍案，说再敢言将者，犹如此案。这一剑表面砍向曹操，实际也砍向江东内部的投降派。他在告诉所有股东，现在别想只顾自己，你们的利益必须跟孙家的命运绑在一起。周瑜的出现则给了孙权真正的执行方案。少壮军方不想降，周瑜也明白江东必须打，于是一场大火烧出赤壁神话，东吴赢了，赢得漂亮，赢得惊险，赢得足以载入千古。可也正因为赤壁太成功，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赤壁之后的东吴为什么再也没有打出同等级别的扩张？为什么他们能守住江东，却打不进中原？为什么合肥像一道魔咒，孙权一次次北上，一次次受挫？原因不只是军事问题，更是组织问题。守江东，大家都有动力，因为那是自己的家，那是自己的地，那是自己的庄园、佃户、祠堂和利益盘。可北伐中原呢？江东士族兴趣不大，打下来有什么好处？要不要迁到北方去？要不要承担更大的军费？要不要把家族子弟送去战场？这些账一算，很多人就不愿意了。于是东吴的战略上限被锁死了。它适合防御，适合水战，适合保住1亩3分地，可它很难为了一个宏大的天下目标长期投入，持续牺牲。这就是精致实用主义的天花板。它可以让你活得久，却很难让你活得伟大。白衣渡江就是这种逻辑最典型的体现。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那一刻，曹魏震动，
曹操甚至考虑迁都。按理说，孙刘联盟应该抓住机会，从两县压迫曹魏。可东吴怎么选？他盯上了荆州，因为荆州太诱人，他就在旁边，他能补全长江防线，他能带来立刻看得见的收益。至于联盟，至于天下格局，至于共同抗魏，在短期利益面前都可以往后放。吕蒙白衣渡江确实是神来之笔，战术上漂亮，执行上隐蔽，结果上高效。可从大局看，这一步极其致命。东吴拿到了荆州，却打碎了孙刘联盟，关羽败亡，刘备震怒，夷陵之战爆发，南方两大势力开始内耗。曹魏则坐收稳定，东吴赢了一块地，却输掉了共同改变天下的机会。朋友们，这就是精明人的悲哀。每一步都好像占便宜，每一局都好像不吃亏，可连起来一看，格局没了，时代窗口没了，更大的可能性也没了。东吴从此越来越像一个守城的地方政权，他还能熬，还能拖，还能在长江南岸维持体面，可他再也没有那种扫六合定天下的气魄。孙权晚年更是把这种内耗推向极端，二宫之争爆发，朝堂撕裂，陆逊这样的国之柱石也被逼死。孙权想控制士族，士族也在反过来吞噬孙权的权力。这个集团靠利益平衡起家，最后也被利益平衡拖垮。等到西晋大军南下，那些最会算账的地方豪族又一次做出了最熟悉的选择：开门、投降、换老板。东吴不是没有英雄，周瑜、鲁肃、陆逊都是一等一的人物。可东吴的系统太会算，会算到最后只剩下苟活。他活得比蜀汉久，却没有蜀汉那么让人意难平。他地盘更富，却没有一种能刺进人心里的精神火焰。说完曹操和孙权，我们才真正进入《三国演义》最动人的部分，那就是蜀汉。前面两个世界太冷了。曹魏说赢就是正义，东吴说利益才可靠。那普通人怎么办？弱者怎么办？没有资源的人怎么办？在一个人命如草芥的时代，难道所有人都只能成为别人的筹码吗？《三国演义》最浪漫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偏偏安排了一个卖草鞋的刘备。这个人出场时没有地盘，没有兵马，没有资本，没有家族基本盘，他有的只是一点没落宗室的名分和一颗不肯把人心当废纸的心。刘备的人生开局放在今天就是地狱难度。曹操有执行力，孙权有江东盘子，袁绍有门第资源，刘备有什么？两个兄弟，一点名声，一堆失败。他前半生几乎一直在输，投公孙瓒，投陶谦，投曹操，投袁绍，投刘表，一路漂泊，一路挨打。老婆孩子丢过，根据地丢过，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又被更强的对手打散。你要用商业语言看，刘备就是连续创业失败者，融资融不到，团队还总被打穿。可奇怪的是，他的核心团队一直不散。关羽千里走单骑，也要回到他身边。张飞脾气暴烈，却始终认这个大哥。赵云在乱军里7进7出，也要护住他的骨血。诸葛亮一出山就把自己一生都交给了他。为什么？因为刘备提供的不是薪水，也不是股权，他提供的是一种罕见的价值感。跟着他，你不是工具，你是人。建安13年，曹操南下，刘备撤退，最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大量百姓扶老携幼，愿意跟着刘备一起走。大家想想，
这在军事上多可怕！队伍越大，速度越慢，老百姓越多，负担越重。背后是曹操的精锐骑兵，前面是未知的生死。理性一点的选择当然是丢下百姓，轻装逃命。可刘备没有，他说：“夫计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吴，吾何忍弃去？”这句话为什么能打动中国人这么多年？因为它太反乱世逻辑了。乱世里，强者把百姓当数字，当粮草，当负担，当消耗品。刘备偏偏说：“不行，他们信我，我就不能丢下他们。”你说这不理性吗？确实不理性。你说这不高效吗？确实不高效。可正是这种不高效，让刘备和曹操、孙权拉开了精神距离。曹操能给人才机会，孙权能给家族安全，刘备能给人尊严。这就是蜀汉的根。它从来不是最强大的政权，它是最像一团火的政权。火不一定能烧赢天下，可它能让黑夜里的人看见光。桃园结义也是如此。很多人觉得那只是兄弟情，其实它是蜀汉价值系统的起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句话不是商业合同，它不是利益分配协议，它是一种古典中国人最看重的承诺。你把命交给我，我也把命交给你。蜀汉后来所有的悲壮都从这里开始，也因此关羽之死才会成为刘备无法绕开的宿命。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张飞又因悲愤失控被部下所害，桃园三兄弟一下只剩刘备。此时刘备刚称帝，蜀汉看似走到巅峰，可真正的危机也来了。站在战略角度，最优解是什么？忍先忍住，稳定蜀中，修复孙刘联盟，共同对抗曹魏。诸葛亮懂这个道理，赵云也懂，所有理性的人都懂。可刘备还是要伐吴。很多人骂他冲动，骂他昏聩，骂他把国家命运压在个人情绪上。可是，朋友们，如果你真的看懂蜀汉，就会明白，刘备不是不知道代价，他是不能不去。因为蜀汉不是靠利益起家的，蜀汉靠的是义。如果关羽被杀，张飞被害，刘备却为了帝王权术选择沉默，那他和曹操有什么区别？如果兄弟之义可以为了战略妥协随便放下，那桃园结义算什么？如果刘备为了皇冠连最初的誓言都能背叛，那蜀汉存在的精神合法性也就塌了。所以夷陵之战是刘备一生最错误的战略决策，却也是他作为刘备最无法逃避的选择。他不聪明，他不划算，他甚至把蜀汉推向深渊。可他让刘备这个人物始终没有变成一个精明的权力动物。他可以输天下，却不能输掉那句誓言。夷陵大败后，蜀汉元气大伤，刘备退守白帝城，英雄迟暮，万事成空。临终前，他把刘禅和蜀汉托付给诸葛亮。这个托付既是信任，也是沉重到极点的债。因为诸葛亮接过来的不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而是一个精锐损失惨重、外敌环伺、内部不稳的烂摊子。换成别人，大概会选择守城，能撑一天是一天。可诸葛亮没有。诸葛亮这个人，是《三国演义》里最接近完美悲剧的人。他太聪明，聪明到知道自己很难赢；他太清醒，清醒到知道蜀汉国力不如曹魏；他也太忠诚，忠诚到即使知道难赢，也必须去做。白帝城之后，他先修补国家，平南中，安内部，
联东吴，整军政，恢复生产。他像一个接手破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别人给他留下的是债务、矛盾和残破组织，他硬是一点点补，一点点缝，一点点把蜀汉从崩溃边缘拉回来。可是，等蜀汉稍微能喘气，他立刻选择北伐。很多人说，诸葛亮为什么不在四川盆地里好好休养？为什么非要打？明明魏国更强，明明胜算不高，明明长期消耗对蜀汉更危险。这个问题表面在问军事，实际在问信仰。诸葛亮当然知道难，《出师表》里写得很清楚：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他不是盲目乐观，他比任何人都知道现实残酷，可他更知道偏安不是蜀汉的使命。蜀汉一旦接受偏安，他就不再是蜀汉。刘备当年三顾茅庐，要的不是割据一方，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答应了。一个人最难的不是答应时热血沸腾，最难的是20年后所有人都散了，形势也坏了，自己还记得当初那句承诺：刘备死了，关羽死了，张飞死了，赵云老了，老臣凋零。年轻一代也未必理解那个遥远的梦，可诸葛亮还记得。于是他一次次北伐，一次次出兵，一次次在强大的曹魏面前寻找缝隙。他不是不知道失败，他只是不能让那个梦在自己手里无声无息地熄灭。五丈原就是这种悲剧的终点。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他已经病重，身体已经撑不住，对面的司马懿坚壁不出。司马懿太懂了，只要拖，蜀汉就会耗不起；只要拖，诸葛亮的身体就会先崩。诸葛亮难道不知道吗？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可知道又怎样？中国式悲剧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不知道结局，恰恰是明知道结局，还要把该做的事做完。七星灯灭，秋风起，五丈原的夜色里，大汉最后的理想主义火光熄了。诸葛亮死后，蜀汉还在，可那个最纯粹的精神支柱已经倒下。你会发现，蜀汉的动人不在于他多成功，恰恰在于他一直失败，却一直不肯放弃。他像一只逆风里的火把，风越大，火越晃，可只要还没灭，就让人无法移开眼睛。三国走到这里，似乎三种价值观已经完成了展示。曹操的现实主义打破旧秩序，也制造了新冷酷；孙权的实用主义保住江东，却锁死上限；刘备和诸葛亮的理想主义输了天下，却赢了人心。可历史最讽刺的地方还在最后，最后坐上胜利席的不是这三种人，而是第四种人。没有信仰，没有契约，没有羞耻，只剩下纯粹夺权技术的人。司马家登场了。司马懿一生最厉害的能力，不只是忍，也不只是智谋，是他能够把道德成本压到最低。曹操虽然狠，但曹操还要脸。他一生没有称帝，哪怕挟天子，他也保留一点名分的遮羞布。孙权虽然算计，但也有守江东的责任。刘备更不用说，他把义看得比命还重。可司马懿不一样，他像一个冷眼旁观全场的黑暗玩家。他看曹操怎么玩权力，看孙权怎么算利益，看刘备怎么被信义拖入悲剧。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只要能赢，什么都可以不要。高平陵之变就是这个逻辑最阴冷的爆发。曹爽带着小皇帝去扫墓，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控制洛阳。曹爽手里还有皇帝，还有一定兵权，
还有反击可能，局势并非完全不可逆。于是司马懿开始劝降，他派出德高望重的老臣做担保，说只要曹爽交权，就能保住性命，还能做富家翁。更狠的是，他对着洛水发誓，古人重誓言，天地山川都是见证曹爽相信了。他以为大家都是士族，至少还会留一点体面。结果呢，曹爽一投降，司马懿立刻翻脸，曹爽被杀，三族被诛，党羽遭清洗，洛阳城里血腥弥漫。这个事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杀了多少人，而是他把最后的信任底线也打穿了。以前权力斗争再残酷，誓言多少还有重量，投降多少还有规则。可司马懿告诉天下，誓言只是工具，信用只是诱饵，道德只是骗别人放下武器的包装。只要能赢，一切都可以背叛。朋友们，这就是三国后期让人窒息的地方。英雄时代结束了，理想退场了，连权谋都不再讲审美，剩下的是赤裸裸的虚无。司马家最终拿到了天下，可这个天下拿得太脏，脏到后来西晋的合法性一直像一块洗不干净的血污。它建立在背叛之上，也迅速被内斗吞没。八王之乱来了，五胡乱华来了，神州陆沉，衣冠南渡。那个通过极致算计拿到天下的家族，并没有给天下带来长久秩序。它只证明了一件事，没有底线的人可以赢一时，却很难拖住一个时代。可在三国的尾声里，还有一个人让蜀汉最后的火光闪了一下，他叫姜维。诸葛亮死后，姜维接过北伐一制，很多人说他执拗，说他消耗国力，说他不识时务，也许都有道理。可从精神传承看，姜维是那团火最后的守夜人。等到魏军兵临成都，刘禅投降，蜀汉灭亡，大多数人都认命了。可姜维不肯，他假意归降，试图利用钟会和魏军内部矛盾，寻找复国机会。他给刘禅写信，说愿意让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忧而复明。这句话太痛了。国家已经没了，君主已经降了，大势已经去了，可他还想再试一次，哪怕机会只有1/1000。最后兵变失败，姜维自刎，蜀汉彻底落幕。那团从桃园开始燃起，从长坂坡穿过，从白帝城传下，从五丈原摇曳到剑阁的火终于熄灭了。随后东吴也降了，三分归晋，故事从天下大乱开始，又以天下归一结束。可这个统一真的让人痛快吗？不痛快，因为我们知道，肉体上的天下归了司马家，精神上的天下却从来没有归过他们。2000年后，我们提起三国，会先想到什么？是司马懿落水发誓吗？是司马炎坐拥天下吗？不是，我们想到的是桃园结义，是关羽千里走单骑，是赵云长坂坡护主，是张飞当阳桥一声怒吼，是周瑜赤壁火光，是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是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史很现实，现实到小人也能赢。历史也很公平，公平到人心会记住真正值得记住的人。曹操让我们看见打碎旧秩序需要狠劲，孙权让我们看见保住基本盘需要算计，刘备和诸葛亮让我们看见人不能只靠利益活着，司马家则让我们看见当一个社会彻底不讲底线时，胜利本身也会变得肮脏。所以《三国演义》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是成王败寇，恰恰相反，他在反抗成王败寇。他让你看到，赢不等于伟大，
输也不等于失败。有人赢了版图，却输掉身后名；有人输掉江山，却赢得千年共鸣。这才是三国最狠也最浪漫的地方。他把现实写得冷如铁，又在铁缝里长出一朵花。他告诉我们，世界确实会有算计，职场会有背刺，生活会有不公。很多时候，真诚不一定换来回报，努力不一定改变结局。可即便如此，人还是需要一点不肯下跪的东西，需要忠诚，需要信义，需要知己，需要梦想，需要在看清规则之后，仍然不把自己活成规则的奴隶。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可真正被淘尽的，只是肉身。那些光沉不下去，那些名字散不了，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像夜里的星。你不一定能靠它改变方向，但你抬头看见它，就会知道自己还没有彻底麻木。朋友们，如果你听到这里，说明我们不是只在聊一本古典小说，我们是在借三国聊每一个普通人都会遇到的困境。你要不要成为曹操那样的结果主义者？你要不要成为东吴那样的精明算计者？你能不能保留一点刘备式的仁义？你又愿不愿意在某个重要时刻，像诸葛亮那样，为一句承诺多走一段路？这期文案，我尽量把三国从热闹的战争里拆出来，重新放回人性和秩序的深处。如果有某一瞬间，你想起了自己曾经相信过的东西，或者你在这些人物身上看见了现实里的某种影子，请在弹幕里打出4个字：风起5丈。就当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也请点赞、收藏，留给那个未来可能疲惫的自己。当你被现实的利益计算压得喘不过气时，再回来听一遍。听听刘备为什么不肯丢下百姓，听听诸葛亮为什么病到最后还要北伐，听听那些输了结局的人为什么反而赢了千年。愿你看透曹操的冷，理解孙权的算，也仍然守住刘备的热。愿你经历过现实的风霜之后，心里还留着一盏没有熄灭的7星灯。